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o 哥，今天跟大家分享本周强度排行榜。在现在 A4A 版本最流行的卡是驱虫喷雾，因为现在有山神狗的加入，再加上现在的基础 ES 宝可梦都非常的强大哈，或在前期也可以针对基础宝可梦让他们去换位，除虫喷雾是可以取代那只哈。再来是因为山神狗的特性一直在抽卡，让玩家的手牌开始了膨胀，也直接影响了小赢的收益哦。所以在现在呢，也没有人在使用红牌加小赢的这个 combo 了，所以小赢的使用率也是逐渐的下滑哈。本周强度排行榜 T0 牌组第一套迎战半兽加战锤龙，这套牌组也是在本周开始逐渐崛起的。自带斗能量，它目前的胜率呢有 55.71%。算是本周新崛起的一套牌组，它主打的也是一个速攻哦，战锤龙出来也是可以直接锁定胜局啊。那现在的版本呢，大家还是会带一张的赤红哦，来让我们的伤害可以足够直接把水军给秒掉。所以赤红呢，也算是现在版本大家都会带的一张牌哦。接下来的是 T1 牌组第一套水军搭配甲贺忍蛙和带一张的奇拉蒂娜，这套牌组是带水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3.9%。前期如果水军在前排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使用它的特性呢，每个回合结束都可以抽一张牌哦，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滤出更多的牌，让我们更好的去进化甲贺忍蛙。只要甲贺忍蛙一出来了，我们也可以用它的特性去骚扰对手，或是把对方的后排打残，再搭配次日把它抓出来，把它给昏厥掉哈。接下来的是达克莱伊奇拉蒂娜，这套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是只带2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2.38%。这里一样呢是带了一张的逐虫喷雾，所以由此可见逐虫喷雾是非常好用的。接下来的是20大王，这个版本的20大王呢，大家都使用这一套哦。在以前的版本，我们都会搭配赤耳真龙，或是再搭配水母嘛。那现在这个版本呢，因为要追求快速的效率，因为现在的基础 ES 宝可梦有点强啊，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会想要快速去把它给解决掉哈。这种纯的20大王呢，它就在这个版本里面就开始崛起了。自带2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2.14%。这里只带了一张的铁火辉夜和2张的20大王哦，这里是带了一张的医术来方便呢我们的第一个技能最少可以丢1颗能量来骚扰对方。那如果说刚好对方收集能量了，你把它1颗能量或是更多颗的能量把它丢掉，这样子的对方他就没有办法对我们造成伤害，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呢来填这个能量，让20大王可以打出他的第2招120的高伤啊。那120的再加上赤红的话，是可以直接打出140的，是可以直接把水军给秒掉的哦。那因为这套牌组的我们的宝可梦非常的少，所以呢是需要一些骚扰的手段，所以这里是带了火星跟赤红来骚扰对手哦。这套牌组玩起来呢还是非常的强，而且它也解决了就是会像赤耳真龙卡手的问题哦。好，接下来的是甲贺忍蛙搭配花舞鸟和一张的奇拉蒂娜，这里的能量是带了水跟电。那因为在前期有可能我们的能量来得不正确，所以呢奇拉蒂娜呢是可以充能的，它也可以帮我们呢去打出这个130的高伤哦。这套牌组的胜率有 51.6%。比较害怕的是甲贺忍蛙会卡手。那如果是针对现在的 ES 宝可梦的牌组来说呢，其实它还是非常的强的哈。这里的如果你觉得2张次日会太多，你也可以把1张的次日换成这个除虫喷雾哦。接下来的是暴击吻、费洛美郎和铁火辉夜，这里也是一样带了一张的逐虫喷雾。这套牌组是带草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1.4%。因为暴击吻的第2个技能只能打120啊，所以呢它是可以搭配赤红呢来打出这个140，把水军给秒掉的哈。所以现在的版本的斩杀线呢，都是基本上以140为基础啊。只要你的牌组的伤害是不能达到140的，基本上都会推荐大家带赤红哈。好，接下来的是火伊布 EX 牌组。这次带了一张的火伊布和一张的仙子伊布 EX， 火伊布是来针对花舞鸟的，仙子伊布呢是来帮我们绿牌的。2张的鸭嘴宝宝可以在前期直接帮我们的伊布充能，然后之后呢我们直接进化火伊布，再加上它的被动呢，就可以直接让火伊布打出这130的高伤。我们现在的斩杀线是在140嘛，所以呢是需要搭配赤红的哈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出150的高伤，把对方的水军给秒掉。那因为现在的水军的玩家非常的多啊，所以火系牌组刚好是弱点，所以比较的劣势。但是在这劣势情况之下呢，它的胜率也是非常的高的，目前的胜率有 51.23%。
这套牌组是带了2张的除虫喷雾，很明显就是要来骚扰对手的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把其中1张换成次日也是可以的哈。接下来的是阿尔宙斯搭配奇拉蒂娜、树枕尾熊和4只的宝宝。这4只宝宝呢，你要带火、水、电都是可以的，看你们有什么带什么就 OK 了。这套牌组的能量呢是只带2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1.15%。这套牌组放4张宝宝，就是说我们起手最好是宝宝，然后呢，宝宝可以直接把能量填给我们后排的阿尔宙斯，只要能快速的把阿尔宙斯的能量填满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出130的高伤哦。最快在第3回合就可以直接打出130的高伤。树枕尾熊是来针对花舞鸟的。当我们阿尔宙斯能量足够之后呢，我们也可以把能量填给达克莱伊，触发达克莱伊的被动可以加20，再加上130，就是可以直接打出150的哦，这个伤害还是非常的可观。现在也是因为 ES 宝可梦偏多嘛，所以这也是带了2张的赤红的。赤红也可以搭配树枕尾熊来打出这90的高伤，所以这套牌组还是非常好用的，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。接下来的 T2 牌组，第一套阿尔宙斯、花舞鸟、奇拉蒂娜和皮丘。那这套牌组呢，跟刚刚的阿尔宙斯牌组其实也是一样的。这套牌组填能量的速度呢会比较快，上一套是需要第3个回合阿尔宙斯才能出来打伤害。这个牌组里面呢，阿尔宙斯第2个回合就可以直接打伤害了。前期皮丘上去直接首回合填能量给阿尔宙斯。如果我们在首回合就已经有杰拉奥拉在后排的，在下个回合我们就可以使用元素置换呢，把能量填给阿尔宙斯，再手填阿尔宙斯就可以直接打出这个130的高伤哦。我们也可以使用花舞鸟去针对 ES宝可梦。这套牌组是带电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49.63%。接下来的是雷公 EX 搭配自爆磁怪和1张的花舞鸟，这里带2张花舞鸟有时候会比较卡手哦。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前期雷公可以帮我们去抽牌，雷公2颗能量可以打60，再打对方1张备战区的宝可梦10点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搭配我们的次日呢，把对方的后排抓出来，然后再使用自爆磁怪去把它给解决掉哈。这套牌组如果前期起手的不是雷公呢，就会比较麻烦，因为不管你前期是上花舞鸟或小磁怪的话，只要雷公不来，你就没办法快速的去抽牌哦。所以这个是这套牌组的一个问题。这套牌组只要3合1不出来呢，它就没有能量，非常的难打哦。这也是这个牌组的问题所在。这套牌组只带电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47.62%。接下来的是大家超喜欢的快龙牌组哦，这里的是各带2张的快龙 EX 和快龙啊。那不管呢是召唤出哪一只，其实都是有非常高的作战能力。快龙 EX 3颗能量可以打出180的高伤，基本上现在是见谁秒谁哈，但是它需要休息1个回合。所以呢，这个比较适合拿来收尾的，或者是说对方没办法在你手酸的时候来解决掉它的话呢，那我们也是可以下个回合再使用这180来把对方给昏厥掉哦。毕竟快龙 EX 血量非常的高哦。这里是带了1张的哈克龙和2张的迷你龙，皮丘跟角球飞鱼各带1张。这套牌组我们是带水电能量，经过实测呢，带水电能量再搭配皮丘或角球飞鱼，可以获得我们想要能量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哈。那当然你们也可以是只带纯的皮丘或是小球飞鱼，然后你们就带另一个纯的能量也是可以的。个人觉得还是带2颗能量的会比较好哈。这套牌组目前的胜率呢有 46.45%， 这套牌组只要成型了，玩起来是非常的爽的哈。那这里呢是带了1张的琴音，毕竟我们的快龙是需要3颗撤退能量的。那当然它只要受伤了，我们就可以用琴音撤退，再换上另一只的快龙 EX 呢去解决掉对方就 OK 了哈。接下来的是本周超少人玩的，但是又有强度的牌组啦。第一套呢是我们上一个版本的王者太阳伊布牌组。这套牌组目前的胜率有 51.15%， 但是在本周玩家的使用率超级的低啊，基本上都快灭绝了哈。第二套是银半战兽搭配花舞鸟的这一套呢，本周也是非常少人在玩的，它目前的胜率有 48.56%。好，那本周的强度排行榜就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？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看法的，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喜欢的朋友们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